调整冷气啊，都是在荧幕里面，这一点我个人不喜欢。尤其是你用 Apple CarPlay 把你的 Waze 放去这一个画面里面的时候，你要去调整冷气，那个叫一个煎熬啊，根本调不到，很难。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万众期待 GWM Great Wall Motor Malaysia 终于把这台车借给我了。那这辆车呢，我已经用了1个星期多，在这1个星期多里面呢，我们真的是细细体验了这一台车的各种优缺点啊。当然，我的影片不单只是会讲优点，缺点是少不了的啦，所以一定要把这一部影片看到最后。如果你对这台车有兴趣的话，今天这一部影片真的太够力了，看完它，你们才决定要不要买这一台 Hava H6 HEV。2025年新年快乐啊！你们相不相信啊？我可以把手上这个120块钱隔着荧幕送给你啊！在这个新年呢，我们 Rider ATS 联合70迈推出了70迈 A510的团购计划，就是要回馈我们的 supporter 们啊！如果你想省钱又想提升行车安全的话，那这个 offer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省到就是赚到的嘛！只要使用我的专属 voucher code Rider120呢，在购买70迈 A510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享有120块钱的折扣，而且还是全马免邮啊！不止西马，还有东马也是啊。A510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来的嘞？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当然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的这个感光元件，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当然，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非常简单，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再输入我的专属 voucher code Rider120， 就可以马上享有120块的优惠。而且如果你把这个 link share 给你的朋友的话，还可以享有15%的安装费折扣，这样好康的优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那现在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啦 ，Let's go！ 那当然，点进这一部影片的朋友们，你们都应该知道啦，这一台车是一个 HEV Hybrid 车型，在马来西亚它的同级竞争对手就有 Toyota Corolla Cross Hybrid， 还有 CR-V Hybrid RS。那两台车呢，其实我个人也是有体验过，不过这一台车让我体验到的东西更多，到底多在哪里呢？把今天这一部影片看完你就知道了。那之前我们也是有为这辆车做过详细的 Exterior、Interior 还有各种功能的介绍，我们就不展开了啦。今天我们就直接杀入正题，上车体验，讲一下这辆车我在这使用1个星期多的时间里面，到底感受了什么样的东西。我们 Let's go。OK， 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一台车的乘驾体验。因为这台车呢，我们已经用了1个礼拜多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好像你跟一个女孩子或者跟一个男孩子交往一样。刚刚开始你看的是一个什么外表，比较肤浅的东西，看外观，哇美呀，这个女的我很喜欢啊，我要跟她在一起，我要跟她交往。可是你们没有深入了解过啊，可不可以长久这个东西不知道的嘞。不过我跟这台车相处了1个礼拜多过后，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是一个很适合，真的超级适合用来做每日通勤车。OK， 好像我这样我就有几台车啦，我的车有玩具啊，就是我拿来玩的车，然后还有通勤车，就是 daily drive 的车。daily drive 的车啊，最重要什么东西就是那台车要舒服，因为如果一台车不舒服，你想到要加那辆车要走长途啊，就很险了。可是如果一台车舒服的话，跟一个人在一起一样，你们感觉舒服，这样你就会越来越爱他，对不对？就会每天想跟他在一起，每天想跟他相处啊，每天想驾这辆车，不是驾那个人啊。然后这台车呢，它驾起来的感觉，我觉得所谓的舒服，不单只是乘坐体验，乘坐体验当然是舒服，尤其是这个前排，它的椅子啊，这个大腿支撑啊，所有东西我觉得都 OK。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舒服到我很开心的一个点，就是这台车的加速。如果一台车它动力不足，你要超车的时候你加速啊，那个感觉是很不舒服的，你懂吗？就是我踩油啊，它不要去，然后我要各车的时候没有安全感。有时候在那种双向车道，一条去一条回，你要超车啊，你会很怕前面的车突然间就这样来了。所以一台车有力很重要，有力你就加
加速到舒服。那这台车呢，它的加速体验啊，我很难用一个画面这样，我如果这样踩油，我这样哇够力啊，那是演出来的。No， 我不要这种演出来的感觉，我要的是你们去试驾这辆车的时候啊，你体验它的这个 acceleration， 这个油门的感觉，它的油门像什么东西懂吗？像电动车。电动车呢，我们的那个油门反应都是比较快的，它的响应速度很快。我们油门一脚下的时候，看到吗？那个动力马上来，这个就是电动车的这种好处。但是这一台车又不是电动车，它完全可以满足那些我喜欢驾电动车、动力充足的感觉。可是我住apartment，我住公寓，我没有一个自家的充电桩，所以就不适合买电车嘛。但是你可以买打油的车，却拥有电动车的加速动力感。哇，这一点 very good。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电动马达辅助，再加上它的引擎输出，这个是可以爆发出500多牛顿米的 torque 动力输出啊，500多牛顿米的 torque 是什么概念懂吗？这个数字啊是大过我的 Type R 嘞，我的 Type R 都没有这个牛顿米的 torque 啊。当然它是一个瞬间爆发啦，当它高速了过后，你要它在这个瞬间爆发，它是不像那些性能车那么够力啦。然后再来就是它是一台 HEV 嘛 ，Hybrid 车。那 Hybrid 车它有种种的好处，当然包括大家头脑里面已经植入多年了的一个印象，省油。这台车真的够力省啊！我们从拿车到今天啊，驾了1个礼拜多啊，我只打过一次油。这个1个礼拜多的，我不是每天从家里去 office 这样子进，我们是每天长途走我们还从 KL 把这台车驾回来 JB， 在 JB 每天用这辆车走上走下，驾来驾去，它的油耗啊真的是漂亮到一个我怀疑它的油针坏掉啊。所以官方他讲这台车是可以加1000公里 per tank， 我完全相信。但是条件是你需要很小心的踩它的油门啦，不能爆冲啦，要顺加啦。我不是那一种人，我的驾驶方式就是我要超车我就超车，我要有力就要给它有力的时候有力，所以我的驾驶方式一缸油800公里完全没有问题，就是比官方所讲的可能少了200个 km， 但是我在这800公里里面的过程中我是 happy 的。我开这辆车的时候，我要它加速的时候，我的那个笑容是自动的 Automatic Smile System ASS 是吧？有吗 ？ACC ASS 算有吧？啊，讲到 ACC， 这台车也是有 ACC， 这台车的 ACC 是我驾过那么多台中国车少数它的 ACC 是像 Honda 一样准的。所谓的准啊，就是它可以跟前面的车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同时，它不会爆冲，它也不会猛踩刹车，它是顺开车。然后前面的车驾远了过后，它也不会突然间爆冲，它是顺加速，加速到指定的距离，它就会好好的跟着。然后突然间有车杀进来的时候，它又会好好的顺的减速。OK， 这个是很多中国品牌做不到的但是这一台 Haval H6 HEV 可以做到，有接近 Honda。那 Honda 的 ACC 在我个人心目中它是 No.1 那这一台讲它是 No.2 是肯定 OK 的。OK， 我觉得这辆车真的是非常适合那些你想要尝试驾电动车，可是你没有办法，你家里没有的充电，你也不可能每天去外面充电啦，在外面充电很贵，而且充电桩马来西亚相对比较少，那你又要一台省油的车，因为我们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接下来汽油价一定会减少津贴，一定，因为柴油已经减少津贴了，而且你看到吗？好像没有很大的那个声浪去反对，虽然有啦一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没有人反政府，也没有人示威什么，所以这个汽油减少津贴是肯定的了，一定会发生。所以你买一台车，你不是要驾3年的嘞，也不是要驾1年的嘞驾1年的是我啦。你买一台车，可能是要驾一个5年、8年、10年、15年。马来西亚没有刹车制度，有些人要驾20年的，甚至30年的车，我在路上还有看到所以这个汽油你不懂它几时会突然减少津贴，可能是明年，可能是3年后，可能是5年后、8年后、10年后。所以你现在买一台电动车的话，电动车好像有点为之过早，因为我们的汽油目前还算便宜。那如果你买一台 HEV Hybrid， 不是 Plug-in Hybrid 不是 PHEV PHEV 的缺点跟 EV 一样的，你要在家充电的，那你买的是一台 HEV， 它自己引擎在走动的时候，在下山坡的时候，在放开油门的时候，在刹车的时候会自动 regenerate 电回去它的电池的这一种 HEV 车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尤其对目前这个汽油随时会起价的情况下来讲啦，一箱油100块左右，如果到空底啦，可能可以打100多块啦，100出块，可是可以走800公里哇，真的真香太爽了。那很多人会担心电池会不会以后坏掉贵更换电池，当然 Great Wall Motor Malaysia 呢是有给到非常好的 warranty plan， 这个电池呢是有很多年的 warranty， 到时候过掉 warranty 了，这辆车你可能已经要卖了，或者你没有打算要卖，你要继续驾，你要驾20年，到时候的电池技术肯定会把电池的价钱拉低，就好像 iPhone， 以前
iPhone 你们有听过吗？好多年前啊，换 iPhone 的电池啊是半台手机的价格。可是现在你去 Shopee 你看一下 iPhone 的 battery 不到100块，所以电池的东西是一直不断的在进步，就提升它的生产量，价钱也会随着被拉下来。所以我自己个人啊是完全放心买一台 HEV 的车，而且 HEV 比起全电动车，它的电池相对比较小电池代表 OK。 当然这一个星期的使用心得啦，我觉得就是这台车它非常适合我的日常通勤，它有很好的尾箱空间，它有很舒服的坐姿，然后我觉得这辆车驾起来也很舒服，加速我很喜欢，动力表现很赞，然后隔音表现也很好，因为它是一台 HEV， 有时你加一下它会变全电模式的嘛，它就是用电罢了，根本就是驾电车的感觉，没有 engine 噪音，没有震动，什么那些你不喜欢的东西都没有出现，它就是宁静很爽。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他也驾着 HEV 车型 Hybrid 车型，是一台 C segment SUV 日系车。那台车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好像停车下来啊，它有时会 regen 嘛，它的 engine 会 charge 电啊，哇老尾够力，那个不只是驾驶者会感受到的，就连我们是乘客嘛，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噪音啊，很不舒服啦，真的很不舒服很大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一个日系大厂品牌，你做出这样的东西我不喜欢啦。这一台车它也是会有，但是那个声音啊肯定是低过我刚刚讲的那台车的80%，就可能剩20%那个一点点少的那个声音罢了。哇，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会这样那这台车呢，它的整体表现我个人非常喜欢。之前我们也是有做过一个长途驾驶的影片，我们从 KL 驾来 Johor 的 Desaru， 整台车的一些 head-up display 啊、屏幕啊、Apple CarPlay Android 那些我们全部都有测过了，所以我们这一次讲的是真实的使用1个星期多下来的整个体验。那些细节如果你们错过了的话，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一下啦。那这台车有没有缺点？每一台车都有缺点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车。你问我这辆车有什么缺点啊，我就直接跟你讲啊，这辆车啊，它的 interior color 我真的不能啊。Great Wall Motor Malaysia please， 这个 interior 颜色啊，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不可以吧？你可以卖这颜色？玫瑰金我是觉得太过fancy了啦，这个颜色。这个白色我还可以，这个玫瑰金我不能啊。但是如果它是全黑，就好像1-2年前我们在车展看到的那一台蓝色的 Power H6 HEV， 它的整个 interior 真的 nice， 这个不是我的菜啦，我只可以这样子讲。有谁喜欢这个 interior color，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那有谁不喜欢呢？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给 Great Wall 看一下。这个我当做是他们的一个免费的市场调研就看一下这个有谁不能接受这样的 interior， 然后有谁喜欢这样的 interior。可能 maybe 在将来 Great Wall Motor Malaysia 在 design 这个 interior 配色的时候，就会少利用一下我们的这个调研结果啦。到时候记得 credit 一下 I love you 我确实是很喜欢这台车，但是个人因素，我觉得这个 interior 颜色我不是很可以接受。还有没有缺点呢？缺点还是有的。这台车的后座，老实讲 ，C segment SUV 里面它不是最大、最宽敞、最舒服的但是如果是从一些 B segment sedan、B segment 的一些 crossover SUV 升级上来的话，当然你还是会体验到很大的变化，还是会变舒服的感觉。但是我讲的是跟同级竞争对手做比较的话，它确实不是 No.1。OK， 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这台车它的这个多媒体播放器它整合了所有的功能在里面，包括你要换 mod Sport Mode、Comfort Mode， 还是你要调整冷气都是在荧幕里面。这一点我个人不喜欢，尤其是这1个星期我用下来了，很多时候我在边开车边想要调整冷气的时候真的调不到嘞，它不是那么的直觉。如果它是一个旋钮或者一些实体按键的话，那样会更好。当然，可能在看这一个影片的朋友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哎呀，现在的 Voice Command 那么成熟了，为什么不要用 Voice Command？ 那这台车很抱歉，它没有 Voice Command 功能，所以我没有办法边开车边叫它调整我的空调，我只能用手去调整。尤其是你用 Apple CarPlay 把你的 Waze 放去这一个画面里面的时候，你要去调整冷气，那个叫一个煎熬根本调不到，很难可以调到，可是整个过程是会增加那个公路使用安全的，因为你要移开你的视线，你要去调整它，然后你还要去找它在哪里，有一点复杂啦。我是觉得不是那么的直觉。以我一个第一次用这台车的人来讲，我在用 Apple CarPlay 的 Waze 的时候，我又要去调整冷气是太难了，这一点 no good。当然，它的这个荧幕里面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它也有它的好处。你可以在这个荧幕里面点选一个 Auto Parking 功能，这台车就会实现 Auto Parking 了。这一个 Auto Parking它不是很快，它跟一般的同级竞争对手差不多一样， Auto Parking 速度就是在那1分钟左右完成。但是对于一些想要
尝试开大辆车，可是又没有什么自信 parking 车的朋友，这个 auto parking 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辅助功能啦。那我是不需要啦，因为它 park 1分钟，我自己 park 的话是15秒的事情。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哦，叫做 reversing follow， 也就是你把这台车开进一个死胡同，可是你要回头，你 U 登不到的情况下，你可以用这个 reversing follow 功能，它 automatic 顺着你怎样驾进去那条路，然后怎样 reverse 回去啊。这一点确实是一个好功能，但是它的使用场景应该不多啦。它可以是一个你不要去用的功能，但是它有这一个功能给你，而不是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些功能啊。所以这个可以算是一个目前马来西亚汽车市场上的一个加分题啦。你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所以这台车它有 auto parking， 它有这个 reversing follow，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优点来的。OK， 今天的这一个详细评测讲了很多优点跟缺点。如果你们对这台车有兴趣的话，也不用听我讲这样多，你们直接走去你们邻近的 Great Wall Motor Malaysia Showroom 里面看这台车，摸这台车，体验它，最好是可以试驾，因为它的试驾体验真的 is the best， 一定要去 try。那今天这集就先讲到这里，如果你们还想看到更多关于新车的影片或者一些改装车影片，记得要继续关注我的频道。我是阿豪 ATH， 记得要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小铃铛一定要跟它嘟下去，这样接下来有新影片出来的时候呢，你们就不会错过了啦。当然，我们除了在 YouTube 上面，我们还有在 Facebook， 我们有在小红书、Instagram， 还有我们的 www.riderath.com 上面都会不时更新最新消息，所以继续关注啦。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